中共宣传口变天了，人民日报2名高层突然消失，引发外界关注。就在习近平逝世传闻沸沸扬扬之际，中共头号喉舌人民日报官网悄悄撤下2位重要人物：副社长胡果、秘书长于继军，动向不明，音讯全无。更诡异的是，一则沉寂20多年的羊年生人亡共预言，此刻竟与汪洋接班传闻完美重合。难道真有天意？难道权力正在悄然转移？从宣传系统的崩裂到中南海内部权力失控，谁才是真正的掌局者？谁又会成为推翻旧秩序的关键一手？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港媒《星岛日报》近日发现，中共头号党媒人民日报官网中的领导介绍栏目显示，少了2名高层。人民日报副社长胡果以及人民日报编委委员、秘书长于继军，暂时不清楚2人动向。被消失的胡果不仅是人民日报副社长，还是中共20大代表，并参与操盘任仲平这类重大时政宣传。而于继军则是人民日报的大管家，掌管报社运营多年，如今2人动向成谜，耐人寻味。此前就有迹象显示，中共宣传口的权力格局悄然发生变化。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石泰峰插手其中，而主管宣传口的常委蔡奇和中宣部长李书磊权力被弱化。今年5月，中共举行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专题研讨班开班报告，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开班报告，石泰峰主持。时事评论员周晓辉指出，以往主持这类研讨班的都是中宣部高层，而这次却是4月份刚刚从统战部长调任中组部长的石泰峰主持。石泰峰似乎在涉足宣传口，权力在扩大，而习近平的亲信李书磊则被边缘化。旅美政论家石破空也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李书磊是中宣部长，他应该出席却没有出席，这似乎意味着李书磊也靠边站了。周晓辉还指出，这种研讨班以往都是主管宣传的排名第4的常委王沪宁或排名第5的蔡奇出席讲话，而这次却是由排名第6的常委丁薛祥出席和做报告，显示专题研讨班降格。周晓辉认为，这样的降格并不意外，因为过去几个月有诸多信号显示，习近平可能丧失军权、外事主导权以及部分党内权力。陈破空则认为，此次蔡奇缺席，说明他已经靠边站。以往一直离习近平左右的蔡奇，近期的确显示出异常低调的迹象，多次未陪同习近平出行。近期，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传闻不断发酵。习近平连续10多天未现身人民日报，引发议论后，日前虽然现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紧接着又接见中共指定的11世班禅喇嘛，但习近平的露面不但没能打破失事传闻，反而让一些观察人士猜测他已经搬离原来的办公室。官方报道的画面显示，习近平的这2次露面是在同一个地点，经一些人辨认，这是在中南海丰泽园的纯一斋。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习近平对卢卡申科说：“这是我第1次在这里会见你，隔壁就是我的办公室。”自从中共窃政以来，历任中共党魁的办公地点都在中南海南苑的勤政殿。网上地图显示，勤政殿距离丰泽园大约350米，步行5分钟左右，不是隔壁的关系。于是引发了习近平是不是已经搬离了勤政殿原总书记办公室这样一种猜想。由此自然引发了更多关于他丧失权力的猜想，甚至传出他被软禁的传闻。不仅如此，还有更猛的消息说，汪洋将接替习近平总书记职务，甚至现在已经开始代行总书记的职权了。种种猛料让人将信将疑之时，网上有人翻出了一个20多年的惊人预言，竟然与上述传言相契合。这个预言是原广西桂林电视台记者曾明杰披露出来的。他曾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谈到1998年时，
广东某高官秘书席间趁着酒兴，大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到处求神拜佛的事。他说，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将专程密访九华山，让某高僧测一测自己的地运及中共气数，看看自己能滋润多久。结果高僧只说破一点：中共亡于羊年生人之手。文章说，老贼闻言大惊，认为羊年生人是1991年出生的赵子阳，而深记之，从此就强化了对赵子阳的软禁，严防赵子阳东山再起。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显然灭亡中共国的羊年人并非耄耋之年的赵子阳，而是另有其人。江泽民是枉费心机。如今再看，当下盛传将接替习近平的汪洋是1955年生人，也属羊。政治传闻和预言同时指向他，让人不禁生出难道天意使然的感叹。时事评论员袁斌撰文指出，中共高层政治历来都是黑箱操作，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上述消息的可靠性。不过，撇开汪洋代理总书记这一传闻的真假先不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传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政治改革与变革的期待。袁斌表示，这一判断是基于汪洋与众不同的政治色彩和他以往的所作所为。他盘点了汪洋的从政历史。汪洋没上过大学，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1979年文革后青黄不接的中共大批提拔年轻干部接班，身为基层官员的汪洋正巧搭上了这班快车。常有大胆构想的汪洋，在接下来的改革开放中，很快就在体制内打出了自己的名声。1988年，33岁的汪洋担任安徽铜陵市市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在同龄4年，汪洋率先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对旧体制动刀。1991年，汪洋在当地报纸发长文，醒来铜陵，提示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呼吁解放思想，破除姓资姓社的藩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据说邓小平对汪洋的改革劲头十分欣赏。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途经安徽蚌埠，专门召见了汪洋。次年，38岁的汪洋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汪洋的仕途从此进入快车道。一路走来，汪洋总有不合乎中共官场惯例的出格之举。他打破领导独占头版头条的官媒报道方式，和平解决重庆最牛钉子户。在乌坎事件中，他必用暴力，还让乌坎村民自选村领导，还放宽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性的民间社团，并试点性推出触动中共各级官吏敏感神经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更令人瞩目的是，汪洋在2012年广东省第11次党代会上说出了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样石破天惊的话，一举打破了当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宣传。然而中共18大后，习近平和中共明显向左转，汪洋也仿佛变了一个人，以往的睿智和锋芒不在，完全成了习近平的办事员和政治花瓶。袁斌指出，常言道时势造英雄，由昔日的改革闯将到后来的政治花瓶，不是因为汪洋变了，是因为时势变了。中共已由昨天的自救不可逆转地迈向了自毁。在这种情势下，为了自保，汪洋只能收起锋芒，放低身段。曾经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如今究竟还有多少权力？已经退场的汪洋真的还有机会重返政坛吗？他就是那个亡共的属羊人吗？答案水落石出的日子应该不远了。请随我们持续关注中共政局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